美国中央情报局，简称 CIA。你永远都不知道昨天跟你喝咖啡的那个人到底是不是 CIA。他就是美国政府不承认、不否认，但你心里清楚，就是他干的神秘部门。CIA 今天可能是中东酋长，明天可能是硅谷码农，后天可能是你隔壁的那个老王。CIA 几乎渗透到全世界各个地方，专门到世界各国，利用舆论让这个国家陷入无尽的争吵与动乱。他们有着天量的预算去收买目标国家的媒体以及各界人士，他们甚至会雇佣这个国家的国民，然后让其扮演爱国表演艺术家，演绎出爱国者怒骂恨国党的连续剧。等你自己人吵到拔枪的时候，他们的目的就已经成功一半。1954年的危地马拉行动， CIA 当时不只是扶持反对力量，还专门设计了一整套本土爱国叙事。这类骚操作 CIA 是比比皆是。接下来我们这一系列一同了解 CIA 的前世今生，他们究竟做了什么，又做成了什么。而 CIA 起源于3件事。第一件是日本袭击珍珠港事件。当时的美国虽然有情报部门，但分得很散。国务院有外交报告，陆军研究外国陆军，海军研究外国舰队， FBI 负责反间谍，各家的密码专家也在埋头拆电报。听起来阵容相当豪华，问题是他们各看各的。彼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每天收到的情报分散重复，有时还互相打架。于是1941年7月11日，罗斯福找来一个人，威廉·多诺万。他是一战英雄，也是华尔街律师。简单说，这个人既见过大场面，也见过大合同，而且办事风格有一个特点，喜欢越权，喜欢跨部门搞事情，这不就是天生搞情报的好材料。然后罗斯福给他一个新职位，叫情报协调员，同时成立了一个新机构，情报协调员办公室，简称 COI。他负责搜集、分析与国家安全有关的信息，再直接送到总统面前。但命令里还有一句很关键， COI 不能影响陆军和海军原来的职责。也就是说，多诺万负责让大家合作，但大家都不归多诺万管。他拿到了协调的任务，却没有拿到真正的指挥权。这就像让一个群聊管理员负责项目进度，他可以提醒所有人按时回复，但谁不交作业，他只能再次提醒，这不就提醒了个寂寞。COI 成立以后，陆军、海军、国务院和 FBI 依旧守着各自的情报渠道，大家愿意提供多少，什么时候提供，主要看各家的判断。就在他试图理顺这套关系时，5个月后，珍珠港遭到袭击。1941年12月7日，日本飞机飞临夏威夷。美国并不是事先一点风声都没有，日美谈判正在破裂，日本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越来越高，华盛顿也向太平洋地区发出了战争警告。但问题是，美国知道可能要出事，却把主要注意力放在了东南亚和菲律宾方向，夏威夷并没有被当作首要目标。当天早晨，雷达甚至发现了大批来袭飞机，可值班人员以为那是从美国本土飞来的友军轰炸机。外交部门知道美日谈判快崩了，密码人员看见日本正在收紧通信，军方知道战争越来越近，夏威夷的雷达看见了飞机，每个人都握着一小块真相。换句话说，彼时美国几乎各个部门都感觉日本要打过来，但都不够确定。珍珠港之后，美国正式参战，这时罗斯福对情报机构的要求也变了，也就是第2件事，第2次世界大战。战争以前，他需要有人把各部门的材料整理清楚，告诉他世界正在发生什么。现在必须了解敌人的兵力、交通、工业和政治情况，需要联络敌后人员，也需要配合军队执行各种隐蔽任务。于是到了1942年6月13日，罗斯福正式改组 COI。COI 原来的海外宣传部门被划入新成立的战争信息办公室，剩下的情报搜集、研究分析和特殊任务部门则被重新命名为战略情报局，简称 OSS。OSS 被置于参谋长联席会议领导之下，多诺万继续担任负责人。罗斯福签署的命令为他规定了2项核心任务：第一，为参谋长联席会议搜集和分析战略情报；第二，按照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要求，规划并执行特殊服务。一套负责研究地图、经济、交通、政治人物和军事能力，另一套负责秘密联络、敌后配合和隐蔽行动。OSS 成立以后，美国第一次把几种完全不同的工作塞进了同一个情报机构。里面最安静的一群人叫研究与分析部门，这群人不负责戴墨镜，也不负责在酒吧交换密码箱，他们主要研究地图、铁路、港口、工业、人口和各国政治。成员中有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地理学家。别人研究历史是为了考试，他们研究历史是为了判断这条铁路炸坏以后，对方多久才能修好。他们搜集公开资料，再把零散信息整理成能够供决策者使用的分析报告。另一群人负责秘密情报，他们通过隐蔽渠道寻找消息来源，了解对方的军事、政治和经济情况。再往旁边走，还有负责反间谍的部门，这个部分负责判断给你消息的这个人到底是真朋友，还是带着工作任务来交朋友的。此外 ，OSS 还有特殊行动、心理宣传、训练、通信和技术研发部门。技术人员需要制作行动装备和身份掩护物品，宣传部门则利用广播、传单和各种信息手段影响对方士气。OSS 甚至设有专门的海上单位和行动小组，业务范围从华盛顿一路铺到伦敦、巴黎、北非、印度等。到了1944年，多诺万开始思考，如果德国和日本被击败，这套覆盖全球的情报体系怎么办？全部解散意味着美国又要回到陆军管陆军、海军管海军、国务院管外交的老路。
继续保留又意味着和平时期的美国将长期拥有一个集分析间谍和特殊行动于一身的秘密机构。多诺万的答案很明确，必须留下。于是1944年11月18日，多诺万给罗斯福递交了一份战后方案。他建议建立一个和平时期也能长期存在的中央情报机构，直接对总统负责，拥有自己的人员和经费，统一搜集、整理和分析海外情报。各部门可以提出意见，但不能各自拉着情报往不同方向跑。可在华盛顿最难推动的从来不是新机构，而是让旧机构承认自己手里的东西应该交给别人统一处理。军方担心丢掉情报主导权，其他部门也担心一个直接听命于总统，同时掌握分析和秘密行动的机构会不会权力太大。大家都赞成加强协调，只是不要协调自己的部门就行。1945年2月，多诺万的秘密方案和军方讨论文件被泄露给报纸，报道把这套计划描述成美国版盖世太保和超级间谍工程。由于舆论压力太大，罗斯福没有立即批准多诺万的完整方案。1945年4月5日，他要求多诺万与相关部门继续讨论，尽量拿出一套大家能够接受的办法。但仅仅7天后，罗斯福去世，多诺万失去了最重要的支持者。新总统杜鲁门上台后，首先看到的不是 OSS 有多传奇，而是一个规模庞大、直接依赖罗斯福和多诺万个人关系又承担大量战时特殊任务的临时机构。杜鲁门的判断很直接，战时机构不能原封不动地搬进和平年代。于是1945年9月20日，他签署命令，正式终止 OSS。但杜鲁门也没有全部取消，因为他看到了这套东西的价值。紧接着，影响 CIA 成立的第3件事来了，就是冷战。1946年1月，杜鲁门成立中央情报组，简称 CIG。这个机构开始替总统汇总海外情报，也逐步接收留下的秘密网络。但 CIG 还有点像临时项目组，没有完整的法律身份，人员和经费还得向其他部门借，负责协调别人，工资却由别人发，吃人嘴软，所以干不成事情。于是1947年7月，杜鲁门签署国家安全法。同年9月18日 ，CIA 正式成立。他最初的工作并不是满世界安排剧情，而是收集海外情报、整理分析、协调各部门，再把结果交给总统和国家安全委员会。CIA 也没有警察权、执法权，原则上不负责美国国内事务，只是一个简单的情报总编辑部。各部门负责投稿 ，CIA 负责核实、删废话、找重点，别再让总统亲自阅读几百页废话。但是岗位说明书里还有一句很有弹性的话 ：CIA 可以完成国家安全委员会交办的其他相关任务，以及领导临时安排的其他事项。字不多，但想象空间很大。领导临时安排的其他事项，帮我把白宫的狗喂一下，那也是临时安排；让他去干预他国事务，那也是临时安排。操作的空间之大，难以想象。而 CIA 第一次把手伸进外国政治，就选中了一场意大利的选举。下一期我们共同了解 CIA 如何影响一个国家的政治走向。